开始了，开始了，就是那个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我的这个画面吗？现在这个共享的这个画面，哎，有人吗？有人吗？听得见吗？嗯，好的，好的，好的。哦，刚刚我没看见，我没看见，就是底下有那个什么声音，我就吓到了，我还以为都没有消息呢。OK，那看得见的话，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这个课程吧。今天呢，我们是来讲这个讲色彩啊，重头戏哈，就是我给大家事先看一下，就是我就是给为了今天这个课程，就是画了一些这个色彩的小稿，然后大家自己平时呢也可以就是闲着没事儿的时候可以去做这种色彩的小稿的练习，然后到时候呢我会教大家就是怎样就是去处理自己的色彩，就是在自己这色感可能就是还没有进步的条件下，怎样就是通过这个 CG 的它一些手段吧，一些就是把自己色彩变得更好看一些。OK，那么能让我们就是开始今天课程，然后就是在讲课之前呢，就是我说一个点，就是在画画的时候要有一个思维，这也是我个人的一个理解，就是我是把绘画理解成一个语言，然后最后输出的画面就是利用这个语言所表达的作品，并且呢，这个作品是要有终点的，就是什么，就是想，比如说我初学的时候，我经常会有一个什么想法，就是我要画画。但是呢，其实我脑子有时候没有想，就是我要去画什么。我之前我会画，我会在那个什么课本上画那个什么头像啊，会画一些那种小女孩啊。那我自己搬到那个什么，搬到那个板子上，我就想啊，那我就画一个女孩吧，可能稍微侧个脸，可能是正着脸，就是她其实，就是我没有一种丝毫的，就是有一个观者的态度。就是假设，就是如果说有人，就是我画出一张画，如果我有这种观者的这个概念，我意识到就是我这张画我是要给人看的，我是要去吸引人，我是要去那个，我是让人就是什么感到震撼，或者是感到那个熟悉，或者是感到温暖，感到贴心，就是一旦就是放到一个观者的概念里头，那我应该想的就会多了。但是初学的时候，其实经常就是什么，我画画只是给自己看的，我没有想是怎么去给别人去感受我的画面，所以说没有这种意识，它的画面处理就会非常的少，就是各方面想的都很少。就是这个终点的意识很重要，先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然后不多那个什么了，我们接着继续来了解一下，就是当我们觉得自己的色彩太脏太艳的时候，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我们一开始并没有预想我们色彩的终点，在这种情况下，脑子里头没有架构，就像是我们都会说中国话，但是如果说就是我们创作一个作品，它本质上它要被人阅读的，就是我懂得这个语法，我懂得基本的色彩规律，不代表我就能创造出一个好的作品。OK，那么我们现在来学习这些色彩规律，它其实就是有点像学习语言的语法一样，就是懂得这些基本的色彩规律，再加上就是作画的时候有一个强烈的构建的意识，那么我觉得就是这个画面它进步是会进步的很快的，至少就是至少比大量无意义的练习进步要来得快。OK，我们看一下今天的大纲：色彩基础理论与逻辑，然后关系对比，然后就是色彩情感表达，如何避免色彩脏乱和死板，再就是针对性的训练色感。然后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就是关于这个色彩的基础理论与逻辑，主要讲一下三原色，然后再就是这个 HL，就是 HSL，就是那个什么明度、饱和度、色相，还有就是5种色彩的概念。色相呢，我们打开这个，就是如果是有 Procreate 的同学啊，各位跟我一起看，这个就是色相，然后呢，这个是它的饱和度，这个呢是它的这个明度，这个我觉得大家应该都知道什么意思，就不多讲了。然后涉及到三原色，三原色这里有一点是要讲清楚，就是如果有同学不知道那个 RGB 跟那个 CMYK 的话，那么就是有一个很重要一点，就是 RGB 它是色光三原色，色光三原色是什么意思？就是它本身这个颜色是发光的，为什么？就是
当人类进入到显示屏时代之后，我们可以就是感受到这么高饱和的颜色，因为它这么饱和的颜色，它本质上它是你发光才可以做得到的。就是你在实际印刷中，就是你的如果你这个物品的材质不反光的话，那你是感受不到它的那个，就是没有办法，就是把那个颜色叠加在一起会越来越亮的，就是它不反光，它不发光，就是所有颜色叠加一起就会越来越黑。这是为什么？当你那个 RGB 调到那个 CMYK 的时候，你会发现它的色阶就是会少了很大一部分。如果是说有印刷需要的同学要注意到这些。然后呢，再就是很多我们都知道的这个色彩的原理，就是物质它具有不同的颜色，是因为它本身在反射这个颜色。包括其实我们像最近这2、3年比较新出的这个镭射材质，你很难说清楚它具体的固有色是什么。因为它本身它反射的颜色是非常多的，而且它这个颜色，这个色彩，我们可以发现它这个色相的变化是非常的微妙的，也是非常的集中的。这个是固有色的概念，大家浅看一下子。然后呢，下面就来讲到就是以固有色为主的这个绘画。当就是不同的画面，它有不同的绘画思路。我们在构思一个画面的时候，首先其实自己要想一想，就是我如果是说给这个画面上色彩，那么我是希望这个画面是什么样子。这些呢，就是以固有色为主的绘画案例。我们可以看到哈，像这个油画，它就非常典型的，就是它在光影上的选择也是，它是一个什么？它是直接的一个正面光打过来，正面顶光打过来，然后这个光它本身是什么？它是一种白光。我们可以看到，当这么一个正面顶光打过来的时候，它本身它所有的这个阴影，都是基本上是什么？类似于在这个物体周围，它有一种类似于跟勾边的这种效果。然后这个呢，这个我们可以看到这幅画面的这个画面表现对比这个画面，我们就可以感到它整个光更散光。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弱的，而且也是说没有什么色彩倾向的光，因为它这个光比较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它的那个明暗交界线和它那个暗面跟亮面之间的区分，就没有像这幅画面这样子的显著。它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明暗更多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更多是一种比较柔和的一个过渡。然后这个就直接就变成了什么？直接就变成了平图上那个固有色。那么接下来就是我在后期就是那个什么临近色和那个对比色的时候，我会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平图上固有色的话，怎么能让这个固有色上的好看一点，就有几个上色原则。再讲到光源色，光源色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不同颜色的光源会发出不同的光色，然后照射到物体受光面的时候，它的色相会产生变化，这种色彩被称之为光源色。光源色越强，对物体的固有色影响也越强，然后它甚至有的时候会改变物体的固有色。我不知道大家那个上小学的时候哈，就是学校里头有没有那个什么最典型的紫外线光？当那个紫外线光就是照射到整个屋子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整个屋子都变成了深浅不一的这种紫色，这个就是光源色的影响。然后呢，天光是一种很典型的光源色，天光就是什么？就是天往下反射的这个光色。天光一般是什么颜色？它一般是那个蓝紫色的，因为这个波长的原因，所以说像天啊、海呀，就是发那种蓝色、发那种紫色的。然后物体受光部位的色彩一般是光源色和固有色的混合色，强光除外。强光除外的意思是什么？就像我刚刚说的这个紫外线光，它直接就是什么，把物体的固有色全部吞噬了，变成了深深浅浅的这个，变成了深深浅浅的那个什么。举个例子，比如说，我的固有色是这个样子的，再来个正片叠底涂层。行，它这个页面辅助不能这个样子，算了，那就假设是这个样子，我就直接在这上面画吧，因为它开了那个课件的页面辅助，它就没有办法做图层效果了。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哈，假如说这个是它的这个固有色，如果说我是一个白光打过来，那我的暗面是什么？我的暗面就直接往灰往暗里走，这个就是我的暗面。但是假如说呢，比如说是一个黄光打过来，假如说是一个黄光打过来，它这个黄光呢还有反射，就是黄光这么打过来。然后呢，就是它周围环境也反射，导致我阴影也是什么，也是偏暖的。那么就是这个方面，就是比如说它往暖色调走，然后它这个阴影呢也往比较暖的这个方向去走。
如果是一个更蓝的蓝光呢，它这个就往更冷的地方去走，它的阴影也是往更冷的地方去走。就这样子一个很基础的这个东西，大家是可以理解的。然后大家注意到没有，就是刚刚就是我说那个，我就是黄光的那个过程中，我没有用黄色，我是直接的，就是把它原色往灰里头调。这个色彩关系，我到时候在后期也会跟大家讲一下。OK，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就是很典型的这个例子，比如说紫外线灯光，它把所有的这个光都已经那个变成了深浅不一的紫色。可以看到，像这个草地。这个暗面的时候是深绿色，亮面的时候是这种浅黄的颜色。还有就是像这种傍晚呢，它画了这种感觉，整体呢是一种，因为它有雾，还有那个它是水，有水有天，就是基本上都是一些就是特别容易那个折射的，所以整体是是一种蓝紫色的这种调性。OK， 那么现在讲到天光呢，就是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大家就是这边就可以就是什么，这边应该就是脱离的比较基础的部分，大家可以用心听一点。就是我们下图体现出来冷暖互补是自然界中色彩规律，它不代表所有的画面都要遵循这个规律。冷暖互补是什么意思？比如说就是当我们就是天光是那个，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亮面，就是它是一个暖光源。暖光源，我们就是大家如果听课的话，大家觉得这个女士她身上穿的是什么颜色的裙子？有人回答吗？对，她穿的是白色的裙子，但是我们看一下它实际上的颜色是什么？蓝色、黄色、黄色。为什么我们会有一种那个，它是穿白色裙子呢？那是因为它本质上它是一种，它就是产生了一个冷暖互补的效果。然后冷暖互补再加上那个什么，我们的白平衡，就给它处理成了白色。这个更多的我会在后面讲，但是我就是跟大家说，就是它是什么？它本质上它是因为就是那个自然界的这个环境中，它那个天光，包括它这个反射的这个光，它会造成这种效果。就是它这个受光的这个地方，它是这个大气层，它是暖暖的这种太阳光、夕阳的感觉照到这上面。当它不受光的这个地方呢，它又受到这个冷的这个天光的这个影响。所以说呢，它就会产生这种就是就是那种荧光面是那种暖的黄色，然后它的背光面是蓝色的这样子一种效果。包括看那个莫奈的这张画也是很明显、很典型的。大家就是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注意一下这个莫奈的笔法。我们可以看到他的笔法是基本上用的什么点跟交织的笔法。这个笔法不仅仅是，如果是说在那个传统的油画中，就是产生这种笔法，通常比如说你可以自己一点点画上去，还会用什么？就是用一些就是比较毛躁的那个笔刷哈，你上去搁那揉，就是它会把颜色这样揉来揉去的揉到一起。如果是说像那个什么 CG 绘画呢，也有那种就是也有各种各样的就是那种就是形状比较崎岖的笔刷，就是你相互叠加可以模拟出这种效果。为什么我说这个是自然界中的这个色彩规律，不是所有画面都要遵循这个规律呢？是因为在那个我们人造光源，就是我们人造光源下的话，它其实往往它就是可能出不现这种规律。比如说像是那种酒吧里头啊，或者是那种夜店里头，它会人造各种饱和度很高的那种霓虹的那种灯光，那种灯光照到这个那个上面的话，它很少就是有那种冷暖互补的。而且冷暖互补它其实它是需要一定的这种空间条件的，就是你需要有足够的空间，它去反射这个冷的。比如说像是这张画，我们看一下这张画，我们可以发现它的这个暗面就很朴素的，就是它的亮面是这个样子，它的暗面就是更灰一点，也许可能会更暖一些，但是它没有特别多的那个冷暖互补的这个样子一个调性在，是因为它本质上它就是
它就是一个在室内的一个光线，然后它室内一个光线，你给它一个白光，然后它边缘不受光，它就往黑里头走，然后你的正面受光，它就是相对来说就是呈现它的固有色，它是一个室内光线。但是如果是放到室外的话，为什么当时就是很多的印象派他们都追求室外写生呢？因为室外写生可以带来就是非常多非常微妙的这个颜色变化，就是因为这个空气它对于不同颜色波长的这个透视，它会很容易产生一种就是像你看这种更多了冷暖互补的这个效果。当我们在画室外光源的时候，我们其实也要注意到这个天光跟这个暖光互补的这个效果。我们可以看到哈，阴影呢，它可以偏冷，也可以偏暖。它偏冷偏暖，它形成条件是什么？就跟空间感散射有关。就是通俗的讲的话，基本上就是大家可以这么理解，就是室内、室外。室外更容易形成这种冷暖互补的这种效果。如果是说就是那个，如果说是什么，如果说是那个室内的话，它比如说你点一个烛光，那相当于就是你的亮面就是比较暖，你的暗面通常也是比较暖的。它如果光线可能射到物体的阴影，它就会影响颜色冷暖。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假如说，比如说为什么老是说我说强调室内，它容易就是什么，它的阴影跟那个亮面都是一个调性的，是因为在室内的这个光源，尤其是你那种不大的室内，就是你这个光它可能影响到它的亮面，同时呢，你这个光，哎，弹来弹去，而且它本质上它没有特别多的空气的这种散射，没有多种透射。它其实它可能影响到这个物体的暗面，就是它的暗面就是也是有那个暖的反光，所以说带着就整体都是暖调子。大家可以体会一下，就是这两个，就是这个会给人的感觉更开阔，就是这个会给人的感觉就是更近。大家可以体会一下这两张图，这个就明显更像是室外，这个就是调了一个色调之后，虽然它本身它也能成立这个画面，但是我们会感觉到它那种空间感更少了。然后呢，这个就是对于天光是蓝色的这样子一个科普。OK， 那我们下面来讲那个环境色。环境色呢，其实就是一种反光，就是天光也是很典型的一种环境色。然后它是由于光的反射作用，使物体受到环境色彩影响而改变固有颜色，这种色彩称为环境色。然后呢，就是物体受光面更多的受到光源色的影响，暗部更多的受到环境色的影响。这句话呢，让我们来反过去看这张图。我们可以看到这张图，它的那个什么，它的这个暗部这个地方为什么会发黄呢？是因为，哎，这个草地它是绿的，偏黄的，然后它本身它又是一个白色的衣服，也就是说它是白色的衣服，它能在这个白色上面去显示各种各样的光源。所以说，当它投射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哎，它投到这个衣服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地方就有很多。就是反射底下草地的，然后它整体什么？它整体这个蓝色又是反射的这个天光。大家可以看到它的光源有几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什么？第一个层次是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是什么？这个地方受到太阳光照射，所以说它是什么？它是暖的光源。然后这个地方阴阴蓝蓝的，这个是怎么产生的呢？这个是受到这个天光的反射。然后第三个层次呢，就是你看这位女士她在遮阳伞下，她这个地方是阴影，它边缘是什么？它边缘是光源，然后这个地方是什么？就这个地方是然后它整体的这个蓝色是什么？天光反射。然后它身上这个黄色、绿色的这个地方呢，又是这个地面的环境色反射。就是地面的反光，所以说它本身这幅画面的光线构成它有3个层次。那么为什么我说它是建立在一个光反射足够强的前提下呢？就是你要有足够的光、足够的空间，你才可以就是这个光照过来啊，然后你再投到它的衣服上。假如说比如说我们看这幅画，我们明显的感觉到它背景就是很暗，就是它的光源它不支撑于就是什么，就是不能支撑就是在这个墙面，哎，我射到这儿，我再反回来。就是它的光线，它就是相对来说比较微弱，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暗部就是什么颜色，都几乎是纯黑色了，它就是接收不到
多少的反光，而且这个环境它背后环境也很暗，也没有多少的可供反光的地方。所以说我们就是看这个东西，我们会有一种很扎实的体积感，因为它的暗部都已经偏黑了。它本身你看它最亮的亮部跟这个最暗的暗部，它本身它这个黑白的这个色阶差距很大。所以说它这个对比很大，它就会就是对比起来这幅画，它给人的体积感就会更强。所以说我说在建立在光反射足够强的条件下，这幅画给我们感觉像是正中午，就大家都知道正中午就会把人就是各种各样，就是尤其是那种很开阔的地方哈，它那个反光是会很强烈的。这幅画也是可以仔细感受一下，这个地方是光源，也是3个层次。第一个什么光源色，然后它这个地方反的是什么天光，天光反光。可以看到这幅画面，它给它基本上处理成一种就是什么，它会有一种讲到这个天光反光，大家可以仔细体会一下这个画面。这个画面它是这个地方天光反光是什么？就是 A 处吧。A 处更接近什么 ？A 处更接近于这个蓝紫色。那我们再来看，就是这个地方 B 处，这个地方的反光，大家觉不觉得它是不是更接近于什么？它直接更接近于一种纯粹的紫色，泽罗蓝色，就是说一种就是什么粉紫色。我们可以发现，同样都是这个偏冷的这个光源，它在这幅画中为什么让我们觉得这个色彩更为丰富呢？因为它这个冷色中，它有很多个不同的些微的色相的变化。我们再来看这处 C 处。C 处给我们感觉是什么？就是先不要说取色的那个色感，我们先说给我们感觉更像于什么？就是更偏向于蓝色，就是对比 A 处 ，C 处是不是更偏向于蓝色？写个蓝灰色吧。所以说，它整幅画面，它这个色彩的光从这个色相上变化，它就是比较微妙，而且又比较丰富的。那么我们再看第3个层次，然后第3个层次是什么？第3个层次也是环境色的反光，就是本身它是一个很中午的，就是太阳光很强，然后它这个地方是阴影，但是太阳光呢也会就是也会有一些不是很强的光线，就是在这个暗处反来反去。所以说它的这个暗面是什么？它的暗面不是纯粹是那个什么，纯粹是黑色的。那我们再来看它那个反光反的是什么颜色？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就是它接触不到反光，但是为什么这个地方它会是一个就是这个黄色的光色呢？大家可以想一下为什么？就是说，就是说假如说打一下这个光线的话，我们可以看，就是它大致是这个样子，就是到这个地面上，哎，然后再反射过来。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它这个面儿，它这个面儿就是什么？它这个面儿是一个这样竖着一个侧面，就是它没多少就是碰到这个光线的机会。但是这个面儿，它因为它是这么一个横着这个侧面，它是正对着这个地面的，所以说通过这个反射，我们可以看到它原来这个底下这个面儿，就是它明明是一个什么？就是正在那个太阳光，跟太阳光就是什么垂直的一个面，但它为什么就比跟太阳光平行的那个面还要亮？我换个颜色的笔吧。标个啥呢？标个，然后因为它接收到这个地面的反光，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W 的它这个颜色，它是接近于是个暖色的，就是它接近于这个，就是相对来说可能是比较暖的太阳光，或者是这种，或者是比较偏白的这种太阳光，然后就是导致它更多的呈现于这个墙它本身的这个暖色，就是它本身的这个颜色，就对比一下这个阴冷的这个天光的阴影来说，它这个地方它更发白更发灰，然后在白平衡的作用下就会显得更发暖。然后我觉得它这个画面它是更把这个冷暖倾向强调的。然后这个是环境色，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就再就是色彩跟色彩之间的关系上来讲临近色跟固有色。
然后临近色、固有色，我觉得大家是那个临近色跟那个什么，跟那个对比色。临近色、对比色是大家小学都学过的概念了，这里我就不讲特别多了，就大家都能判断什么色，什么是那个什么临近色，什么是那个对比色吧。就是，哎，就是比如说这是红色，从这儿，然后呢到这儿的是它的临近色，就是中间还是什么，中间还是有间色的，就跟它就有一定程度的。然后我们下面看这样几张画面，这几张画面都是以临近色为主的这样子一个就是去组织安排这个画面的。我们可以看到木下它的这个画面，我们可以分析一下它这个画面用了多少种。第一个给人的大致的这个主体是什么？主体是白往黄里走，我就直接弄一个这个，哎，这个往黄里走。然后呢，它的这个头发是。它的头发是相对来说就是发橙发红的一个棕色，然后这个布也是一个红色，稍微亮眼一点的地方，然后它的边框也是就是比较暗淡一点的黄色，然后它背景这个花采用了一种偏粉的一个颜色。我们可以看着就是它整体它这个色相是什么？就是从这个相对来说就是红橙。粉，然后同时也做出什么？也做出了这个明度上的区分，就是有几个很明显的重色跟很明显的这个暗色。然后我们在组织这个临近色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注意观察了，基本上就是什么色相的变化加明度的变化。看这张图片也是很典型，这张图片它临近色的这个效果出来的更多，整体基本上就是一种很红的这样子一个调性了。同时我们可以观察到它画面中的这个，它用的是紫红色，本身也是一种，就是它本身它的是什么？就是一种偏向于黄色和一种偏向于紫红色的，它之间有这个色相的区分。但是我们可以观察一下这个画面，它色相区分最多走到哪？如果说是一个色环的话。临近色它比较保险的是什么？你把这个色相区分差不多做到这个位置是比较保险的。然后这个也是很典型的这个莫兰迪色系，可以发现基本上就是什么莫兰迪色系，我们可以看到这张图的构成和安排就是一个颜色，我们可以说这个颜色它被稀释了。基本上就是一个颜色被稀释成就是这种，就是发白、发灰、发深、发浅，然后再加上一个什么？再加上一个饱和度高的颜色。这种配色手法在现在也是很常用的。OK， 这张图是整体是一个很灰的一个灰调子，基本上都是那个就是跟灰差不多的，它就会压的这个很稳。然后接下来再跟同学们讲对比色。对比色呢是指色相环上相距120度到180度之间的两种颜色，它包括色相对比、明度对比、饱和度对比、冷暖对比、五色对比等等。那么色相上的对比，大家就是要有个概念，就是对比色跟补色它不是一个概念，就是至少在我这里定义它不是，就是比如说我们经常会说什么那个东北的大花苗啊，就是那个红配绿。红绿是个很典型的对比色，但是红绿它不是一种补色，这样子可以理解吗？就是红跟绿它是差的，就是最多的这样子一个。那么红一般来说，它的补色更偏向于什么？它的补色更偏向于像是这种蓝紫色这个样子。就是我们在实际上用画面的话，如果我们就是想就是给红创造一种补色的话，其实用这个是比较保险的，或者是用的什么？用这种黄绿色，它更多的是它是偏向于这种间色，蓝绿、黄绿，然后有的时候蓝紫色。我们后面会讲的，后面会讲。可以看到，这是几张就是运用了对比色的这个画面构成。像这张画面构成，我们可以发现它的对比色主要是什么？主要是这种蓝绿色和这个什么这个肉粉色。
我们可以注意到哈，它对比色的阶层是什么？蓝绿跟肉粉对比，它们俩这个颜色就是什么？明度上差的不大，然后色相上也都比较灰。然后再来什么？蓝绿跟这个橙色对比，这个是什么？就是它俩的明度差距不大，但是饱和度开始拉开差距了。然后继续下一步是什么？就是这个蓝绿色，再就是这个红棕色，它们什么？它们是就是那个明度差别也大，饱和度差别也大。就是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就是那个木下他安排这个画面的逻辑，就是同样一个颜色，然后呢，它从这儿到这儿到这儿，他给它安排了3个补色，然后呢，它们的饱和度是逐渐升高的，同时呢，它们的这个明度也是逐渐降低的，而且呢，就是它那个色相上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偏移的，它没有说就是我都是什么，我就捡着这一个颜色，然后去挑，它是色相上会稍微转一转的。像这2个画面也是很典型的，就是利用了这个对比色去处理这个画面，然后这个呢，它是运用了这个黄色跟这个紫色的这个对比色。可以观察到，就是他在处理这个画面的时候，他这个他要运用对比色这个思路，我们取色简单的去看一眼，就是黄色它明显它是什么？它的明度跟它的饱和度都要更上一个台阶，然后它的紫色它的明度和饱和度都是相对靠下的。也就是说，当我们自己在处理这个对比色的运用的时候，我们要注意，不仅仅是它色相上有对比，然后对比色它一定它的明度跟它的饱和度这2个之间也要做出区别来。如果不做出区别来的话，你看，就像这张画面，它相对来说，它给人整体感觉是什么？它对比是比较强，它是比较艳的。但是我们可以注意到，它为了就是什么，不让整个画面变得特别的那种对冲，我们可以看到它的笔触，它的笔触它是杂糅了非常多的这种间色进去的，这就导致它整个画面虽然是说什么，它的这个颜色这个对比比较纯，但是它不会显得很腻。OK， 那么下面呢，让我们来讲到这个补色。我们光学中的互补色呢是红色与青色，然后呢蓝色与橙黄色，黄绿色与蓝紫色，红色与青色。我们打开这个颜色平衡，可以看到，这个呢就是我们的那个光学上的互补色，就是相对应的。这个蓝色平衡，它这个东西颜色平衡你就可以去调。然后光学上互补色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这2种色光以适当的比例混合，它就可以产生白光。大家注意这句话还是蛮重要的。这2种色光以适当比例混合就可以产生白光，那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其实在处理的时候，如果说要画，就是经常会发现有的人啊，比如说就是那个5颜6色的灰、5颜6色的黑呀，或者说5颜6色的这个白，它本质上它都是利用什么光学互补色的原理，就是这2种互补色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实际上我们会产生一种白色，就是一种无色的固有色，就是白色或者是灰色。OK， 那么就是它本身上它是一种什么？就是我们视觉上它有个白平衡。我们接下来会讲到这个白平衡，然后呢，色相的对比色就是什么？色相对比色就是红配绿，这个蓝配这个什么蓝配橙，黄配紫。色相的对比色它会给人一种就是对比非常强烈的这种感觉。红配绿的话呢，我们可以观察到，就是如果是说大家在做自己的画面的时候要运到色相上的对比色，一定要注意怎样子才能让这个对比色相对显得就是不那么土味呢？我们会发现，就是经常有很多就是比较土味的颜色，它就会用这种很强的这种对比。那就是什么？那就是做到明度和饱和度上，我们可以去给它拉区分。比如说，我现在把饱和度降低，然后呢，把每个地方的这个明度也都提高了。看这个样子，它是一整个。再就是什么？再就是色相上稍微给它做点偏移。就是你看，
就是稍微挪到这儿，那它这个对比之前就是直接上这个颜色，我们就可以感受到这两种就是这样子，这个颜色搭配起来看起来就顺眼多了。就是两个这种色相上对比色一旦遇到的话，肯定有一方要不停的去妥协和让步的，不然画面就是什么？画面就像两个山头谁争大王一样，就画面就很散，就是它的色彩也没有调性。OK， 那么我们刚刚就是讲过，讲这个补色，就是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呢？就是生理补色，是为了减轻长时间看一种颜色产生疲劳，视神经会诱发一种补色进行自我调节。同时呢，它除了这个疲劳，这本质上也是因为我们就是人的这个眼睛有这个白平衡。白平衡怎么理解呢？大家就是还记不记得，就是之前好几年前网络上很火的，像这个白金这个裙子和这个蓝黑裙子。还有很火的那个粉，这到底是粉白的鞋还是灰绿的鞋？我不知道有没有同学有印象。这个就是因为什么？这个就是因为不同人眼，它可能它这个白平衡有不同。白平衡是为了，就是当我们这个大脑在产生这个视觉机制的时候，就是大家注没注意到，比如说我明明我觉得，哎，我这个光看起来，我现在这个画面看起来很好看，我用眼睛看，我觉得啊，怎么那么美呢？结果呢，我一用那个摄像机拍，我靠，它怎么画面变得这么黑？明明我看没有这么黑，为什么摄像机看就那么黑？它本质上是什么？是我们的大脑的这个视觉对于我们所看到的画面去进行调整。它不是说摄像机拍出来的不真实，而是摄像机它可能就是那个真实的画面。但是我们人为了更好的去处理这个信息，就好比就是什么？就好比就是当一个人他走到这个黑暗的这个地方，他会先就是什么也看不见，然后他等了一会儿之后，我的大脑我们开始就是对这个黑暗的环境就是进行分析运作了，然后我们就可以感觉到，黑暗的这个地方我能分清楚了每个周围每个物品上面有稍稍微的有一点点光，这个就来源于我们这个视觉强大的这个什么平衡效果。也就是说，当我们刚刚就是说到补色的时候，为什么它会产生一种白色的那种感觉呢？也是它本身是建立在我们这个视觉的一个自动调节的这么一个架构上的。这个那个什么，这个梦露图哈，大家感兴趣可以看一看。这是长时间盯着这个，然后我们再去看一下这个那个什么天花板，我们就会发现它原本的这个色彩。然后得到白平衡之后，我们再就是要对色彩的理解就有更多的这个事情了，更多的这个可以深入这个地方。比如说我现在它是一个这样子饱和度很高的这样子一块绿色。那么，假如说我要想这个绿色中间有发红的这个倾向，我应该怎么做？有很多同学他一开始他就直接一开始就直接就是往这个红这个地方去。好一点的同学会怎么样？好一点的同学他会往黄这个地方稍微取，就是它这个色相哈，就是它会偏的相对来说没那么，它是没有直接偏到对比色了，它直接偏到这样，它会让整个画面调性更统一一点。然后还有一种什么，就是你可以就是它饱和度这么高的时候，你把它的颜色调灰。它本质它也有一种发红的倾向，就是如果就是有同学的话，就仔细盯着这个地方，你是不是可能会觉得这块颜色发粉？虽然本质上来说它只是一块灰色，但是你可能你在这个高饱和的映衬下，你会觉得这个地方发粉，这是因为我们这个视觉上自动的再去进行平衡作用。比如说这个红色，我再在里头加个灰色。你是不是觉得这块颜色是不是发紫发蓝？实际上我都用的不是纯灰色，我只是单纯的用了一个红灰色，就是它本身这个颜色就已经是红的了，但是我们看的时候，我们还会觉得这个地方在发紫发蓝。如果说我用纯灰色，是不是感觉这个地方好像就是一块蓝色，就是一块很暗的这个蓝色再往上糊上去了？这个就是我们关于补色的机制。所以说，当我们就是理解这个概念之后，在我们再去运用我们的画面的时候，比如说这个红色的这个衣服，我想要有一个它蓝色的这个阴影，我们不一定非得就是把这个颜色就是调到什么，调到紫色上面，或者更有甚者调到蓝色上面。我们可以直接什么，它本身上是一个红色的。如果说我想让它的阴影看起来更冷，那我就是把它的阴影往灰里走。
当把它的阴影往灰里走的时候，我们就会大脑视觉信息的处理就会给我们一种就是更冷的这个视觉效果。这个就是利用补色去处理画面，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大家知道这点之后，大家可以去观察这个画面，很多都是这样子去处理的。然后包括这种视觉上的平衡，它像这个，就是这是一个错觉图，就是在这个图中所有的这个颜色都是一样的，就是球的颜色都是一样的。但是我们会觉得它颜色是不一样的，本质上就是因为大脑白平衡的作用。包括像这个两个方块的颜色，两个方块深浅也是一样的。这个我之前我上节课讲了，就是大家就是如果用浅背景或者用黑背景，就是用多了之后，其实可以适当的把那个背景调一调，本质上也是因为这个机制。就是当你长时间的就是盯着这个东西的话，你的视觉它其实是会有一定的疲劳的。你把这个背景一换啊，你可能才发现原来自己本质上错过了那么多黑白的这个层次，所以说要时不时的换着来看。然后这个我们都知道，就是那个 Procreate 它里头会有一个半色调，这个就是通过半色调处理后的图片。我们可以看这个哈，小图上来说，就是感觉它两个颜色是差不多的，就是看小图的话。但是当我们放大看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其实它这个已经是什么？它已经失去了它原本的颜色了。就是我们会觉得它这个颜色要么是就是是什么样的蓝色是什么样的蓝色，但是我们放大看，其实就是一些什么黑色的点跟一些浅紫色的点混在一起。当我们缩小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啊，这个地方原来是一个深的蓝紫色。这个也是什么？我们大脑白平衡的这样子一个视觉的这种效果。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半色调，就是有没有同学他其实就是心里头他会有一定的这个启发？当我们再去组织这个颜色的时候，比如说我想要这个地方是深蓝色。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我想要这个色，但是我不是只画这个色，我可以用什么？我可以用这种灰色，跟那个这种亮蓝色去交织的去画，就是以求达到这种类似的这种视觉效果。比如说翻到前面，让我们来看一下，就是你看像这种笔法，就是交织的，在里头夹杂了很多的其他的这样子的补色和这个色，让整个这个地方的颜色，就是我们会觉得这个地方它是有一种说不上来的这个颜色，可能发紫吧，但是感觉又发蓝，但感觉是个冷的这个倾向，但又很复杂。它本质是什么？它用一种交织的这种视觉效果，然后给我们大脑就处理之后，它会形成一个就是更紧密、更复杂的。就是一种感觉。我本人是油画专业的，然后我之前听老师说过，就是油画中还会有一个东西叫做这个光学灰，就是大家有兴趣给大家科普一下，就是光学灰的这个了解是指什么呢？就是我们现在经常看那个油画什么的，它不都是那个，就是你扫描到网上嘛，就扫描出来这个颜色，但是你比如说有点像一些可能是一些古典油画吧。古典油画的技法它是比较有意思的，就我们都知道油画它其实是矿石粉加胶，它调出来的颜料。那么那个古典油画它会什么？它会不停的做底子，然后一层层的往上画，一层层的往上刷油，就会导致它本质上它是有很多层次的。它有很多层次的话，这个层次是什么？这个层次当你就是去真实的去看那张画面的时候，就是它那个光线透过这一层层就是半透明的这个材质，就是它在上面就是折射出来就是很多很微妙的这个色彩。这种色彩是就是你只能就是到那个现场去用肉眼去捕捉，就是你去扫描你是感受不到那种微妙的。反正还是一种就是蛮有意思的，就是跟大家讲一下的这个关于这个色彩的这个运作机制。OK。然后呢，我们总结一下的，就是我们就是大脑对于视觉它处理的这个机制，就是有一些基本的恒常，比如说大小恒常、近大远小、色彩恒常、固有色的认知、明度恒常，就是光暗面就是统一的，就是这几点，就是我们在处理的时候，明度恒常就是什么？就是这张图。
就是当这个色块它加入到这个暗的这个阵营里头，我们就会把这个东西当成一个主体去处理，然后它进入到这个亮的阵营以后，我们会把它当成一个主体去处理，它是一种明度恒长，然后色彩恒长呢，就像这个样子，缩小小图看是差不多的。就是我们不会把它看成一个有很多张点的图片，我们会把它看成一个就是那个就是质量有点模糊的完整图片。大小恒长就是什么？就是对于透视的认知，我们就不会觉得远边的人就是真的只有那么小。这就是一些大脑运作的这个方式。我们来看一下，你看这个就是很典型的这边就是什么大小恒长，就是看这张图前景的这个舞女和后景的这个舞女，后景舞女可能就只有前景舞女这么一个头大。但是我们不会觉得它就真的只有这么大，这是对于透视的一个认知。然后呢，色彩恒长是什么？我们看这个水面，我们是不是觉得这个水它是一个清澈的水？但是我们仔细去取这个颜色，我们会发现什么？它上面是充斥那个蓝紫色和这个暖黄色的，就是我们不会觉得啊，这个水怎么一会儿是黄的，怎么一会儿是那个紫的？我们最后会得出一个什么？会得出一个认知，是这个水它是透明的。就像我刚刚说的，就是什么？就是补色相加在一起，它会得到一个无色系的颜色，就是它变成了一个透明的这样子颜色。这个就是大脑对于这些种种的这种处理。然后明度恒长是什么？比如说，你看这个裙子，这个地方就是最暗的地方这么暗，然后它最亮的地方有这么亮，但是我们仍然会觉得什么？它是一个完整的这样子一个裙子，只不过是这个地方受光比较多，这个地方受光比较暗，这个就是明度恒长。我们不会觉得我们就不会觉得啊，这个地方它是一个多余的结构，我们会理解出来啊，这个地方是亮面，这个地方是暗面，这个就是我们大脑在认真的解释，就是生活中发生的，就是认真解释这些视觉。OK， 那么了解了基本的这个色彩的这个原理，我们下面就开始想一下这个色彩关系对比的运用。然后我刚刚其实已经浅显的就是说了一些需要注意的点了。我们下面看几个例图，就是有几张就给大家就是放过的哈。大家其实在看这个图片的时候，就是如果有心跟的话，就同学可以仔细的感受一下，它这张图片是不是它的这个笔法上还是蛮有意思的。就是这张图片整体是个什么调子？标个号吧，就是这个1号整体是个什么调子？它整体呢是一个冷调。那它整体是一个冷调子，我们注意到它中间的这个人物是什么？它中间这个人物，它身上是这种肉粉色，在冷调子里头的肉粉色。那么它怎么去处理这个肉粉色，让它本身它是什么？它是一个对比色，怎么样这个对比色融入到这个画面中呢？我们可以观察一些细节，我们发现即使是肉粉色，它也是交织了很多什么？它交织了很多发紫的颜色。首先是什么？在色相上，就是它的暗部是往冷偏移的。这就让它整个画面，就让它这个肉粉色有一种向冷的倾向。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可以直接看，它直接在这些，就是暗部，它直接就采用了一些更大胆，它直接把那个蓝色都放进去了。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它放蓝色它是怎么放？它不是说就我直接就这么放，这样子放。虽然说这样子放也行，但是它就是会打破它原本这个结构的连贯性。它是怎么放的？它是通过笔触的交织去放。我们会发现厚涂之所以给人感觉就是它的质感很厚，
是因为厚涂其实有点类似于什么？像我们平涂是什么？我们平涂类似于就是一块的，像一块板子，就是一个板一个板的往上盖上去，这样一块颜色填上去，这样一块颜色填上去，盖来盖去的。但是厚涂的颜色是类似于什么？厚涂的颜色类似于织布，它是一个颜色一个就是它一条线一条线的在给你织成一张完整的这样子一个布匹。我们想象一下，我们平时就是能接触到布，如果说每个布的颜色都不一样，那它这一块布它是蕴含了多少的这个信息？所以说这就是什么？我们要注意到它这个笔触的交织是一个非常好用、非常可以融入色调的一个好办法。可以，然后我们看到第二张图就很典型的什么？如果说第一张图是融入色调，第二张图就是很典型的，就是利用补色。利用补色产生白色，制造出什么五颜六色的白。这样子画面的色彩怎么样子就不单调。这个补色的选取，我觉得大家应该刚刚都学到了，就是什么光学补色，利用这个光学补色，然后呢再加上什么，就是它两种补色之间要做出明度、饱和度区分，最后统一的产生了一种无色的。OK， 那我们看到这个第三张图片，第三张图片呢，其实跟这个第一张图片两种是类似的。第三张图片呢，它的这个冷暖的这个倾向呢，它是做的相对来说就是比较隐晦的。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个地方，它这个过渡，它是过渡的非常的这个微妙的。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它更偏暖一点，然后这个地方它更偏冷一点，就是因为这个地方它有更多的这种暖的这个颜色在杂糅，然后它这个地方它又做了一个暖色出来，就是它这个腋窝这个地方又做了一个暖色出来。它运用到的是什么原理呢？比如说我现在跟大家讲一个点，就是假如说我要表现一个暗部，这是一个这样的颜色，就是一朵花，一朵紫色的花。我要表现一个暗部，我怎么表现？就很多同学就，那你要暗部的话，你就把这个颜色往暗里走呗。这种方法可不可以？也可以。但是呢，还有一种什么，就是利用补色的概念去进行一个处理。假如说，这是一朵花，我要给它表现一个暗部，我可以怎么表现？我直接让大胆一点，就是什么，它的暗部是用暖色去表现。我们发现，就是这样对比一下，就是这张图。它也是有这个明暗关系，但这张图什么更整体，就是你看它拉的这个层次更少，而且色彩上更丰富。它本身它也是利用这个补色的规律，就整个画面就是它大部分这个地方它大部分是相对偏冷一点的颜色，然后呢我这个暗部给了一个更偏暖的这样子一个颜色，就可以体现到就是我是两个不一样的面。然后第四张图其实也是这两个差不多，第五张图也是让大家仔细去感受一下，就是这个梵高他在处理的这个笔法，包括其实你看他这个对于颜色这个运用的这个选择，这种点彩的这种画法，其实我个人觉得还是蛮喜欢的。就是放大看梵高的话，你可以发现他在基本上他在很多地方他都进行了这个藏色，而且你看他这个整体这样一个点彩的这种效果，它让后边这个地方后边这个背景，就是它是你可以觉得它是一个绿色的背景，但这个绿色的背景其中就隐隐约约的交织着一些这种橙色的这种有一点点发光的感觉，就它这个处理还是蛮不错的。而且我们看到它对于这个对比色，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一个红配绿，但是它不是大红配大绿，它是一种什么？它是一个橙色，就是偏黄的红，配一个什么？就是配一个就是没那么绿，就是发蓝的绿，它是两个就是什么？比如说那个蓝对黄，红对绿。那我们在就是什么？那我们在那个什么自己本身在选择配色的时候呢，就可以参考梵高的这种做法，我们给它变成什么？两个颜色相互的这种交结一下，变成什么？就是那个黄红配蓝绿。因为这个样子它本身是什么？就是黄跟绿，它是有一定的这个间色的。
就是它让整个画面这个效果就变得相对来说更融洽一点。相当于就是它什么，它对比没有那么极端了。OK， 我刚刚其实临近色、互补色如何配色，我刚刚在这些演示的时候已经跟大家讲了一些，然后接下来让我们来做一个总结。就是在谈论这个如何配色的时候，这里呢我给大家看一些，就是我个人就是画的一些小稿，基本上都是什么？基本上都是你看，就没有透明度的变化，就是直接是用那个，就是用这个完全实的这个笔刷在做的。就是上图的这几个，我直接打开这张图片啊。就上面这4张图运用的是什么？是这个对比色的规律。下面这3张图都是什么？都是临近色，同一色调。让我们来找一下它本身的每张图所带有的这个对比色。这张图的对比色是什么？大家就是如果感兴趣的话，就我事后会把课件发给大家，就大家现在也可以跟我一起找。这张图对比色是什么？是红配这个发青的这个蓝。然后呢，还有什么？就是这个蓝色然后这个紫色跟着这个什么？跟着这个橙色。还有什么？像这个也是发暖的一个颜色，它的暗面是什么？它的暗面是这个灰蓝色。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的，就是我整体的它的那个冷暖表现是什么？就是一个比较出挑，就是饱和度相对高一点的这个红色，和一个饱和度相对高一点的这个冷色，还有一个饱和度相对高一点的这个橙色。然后这个橙色跟这个红色它是一种临近色。然后同学们再注意，就是在这几种颜色中，比例最多的是哪种颜色？比例最多的是这2种颜色，其他的这几种对比它都只是什么点缀，就是这2种颜色它比例是最高的。就是你在配色的时候，你首先你要考虑什么？就是你不仅要考虑它这个颜色的协调，还要考虑什么？还要考虑颜色的比例。颜色的比例呢，就像我之前讲过的什么画头发呀、画什么一样，都是什么大拖小，就是大头，然后加上小的点缀。看这张图，也是差不多的这种对比。就是这2个基本上可以被判断成是一个色系，然后主要是这2个的对比。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颜色之间，就是它本身那个色相差的就并不是很大，然后这2个就是什么，跟主体这个色相差的比较大，但是这2个就是我没有给它过多的这个面积。包括还有一个红色，就红黄蓝它容易出现什么？就是容易出现3原色都出现，它就画面没有调性。所以说我要是给一个红色的话，我就不能给多了。你看我现在就是仅仅是用这个几个边线来表现它。这张图片也很典型，就是直接是这样子一个蓝色，它的一个相近的一个颜色，但是饱和度做成区分，再加上这个颜色，这种蓝色、粉色和这个红色，然后再加上一个饱和度比较低的发黄发褐的一个颜色。那么这个呢，就是对比色的这样一些个排列。我们看一下，就是我下面讲的这个临近色的这个排列。我们发现其实临近色的排列很简单，就是你比如说随便选一个颜色，就这个颜色吧。那我在什么？就是我这个色相我可以保持不动，哎，我可以给它取一些啊，大图大吗？啊，我写成大图大了啊，对不起啊，对不起。ごめんなさい。我最近不知道为什么老嘴瓢，我今天也嘴瓢好多次。
这回直接是写瓢了，没有关系，大家理解我的意思就好了，理解我的意思就好了。OK，然后进一步是什么？这个你看，就是你可以给它就是通过变化色相、饱和度，给它就是选取很多个颜色，色相就是稍微的浅的变化一下，可以把它什么，哎，就是刚刚那个变得不太明显，哎，再把它这个变得明显一点，看这样子浅的变一下，或者是什么往这边浅的走一下。这个样子，就是到这一步，我觉得大家都可以驾驭吧。这一步就没什么不能驾驭的。然后呢，再就是什么？再就是取一个，就是比如说这是个什么色系，它本身是个红粉色系，那我就取一个饱和度很高的这样子一个颜色。它作为什么？它作为整个画面的这个，就是这个什么？文章的话是题眼，画面是什么？啊，焦点吧，就是焦点色，就这个差不多是这个概念，大家可以就是能理解吗？然后基本上都是类似的，比如说像这个画面，也是带大家走一遍，同样一个颜色，哎，饱和度、明度，稍微的哎做点偏移，差不多你就随便乱选，然后色相上也做点偏移，然后再给它一个焦点色。我的焦点色，比如说什么，我可以是这个颜色，我可以以这个颜色作为焦点色，也可以。然后在这个画面中就是什么，我想就是做一些饱和度更高的焦点色，那直接就是什么。把这个作为了焦点色，然后大家注意一下比例哈，就是我这个画面它构成安排，就是这几个颜色的比例都差不多。其实是有一个什么，就是这个我们要注意，其实有一些颜色它本质上它可以算成一块的，就像我刚刚说的，这两个颜色它其实可以算成一块的，因为它之间差距没有那么大。然后呢，像是这个颜色跟这个颜色，它基本上也可以被算成一块颜色。然后这个颜色，再加上这个背景，它们被算成一块颜色。然后整个画面留给我的焦点，最后剩下了什么？剩下了这个跟这个，这两个是跟整个画面它脱节稍微有点大的。然后我们看到这两个颜色的比例差不多，因为它整个画面它没有特别复杂的这个组织安排，所以给两个焦点应该也是可以的。不过如果想要进一步的话我要想进一步发挥的话，那我就可以什么改变这两个的比例，我就是随便找一个颜色的比例，我给它增加。比如说我找这个高饱和的这个比例吧，我把这个高饱和的这个比例给它增加。比如说这个帽子上有花纹啊什么的，我就打乱它原本这一整个色块的节奏。这个地方也添一点，哎，勾一点边啊什么的，就通过在画面的这个各个地方参与，让这个画面它的这个焦点的颜色占的整个画面的面积更大，它就是更加强了这种节奏上这种大拖小的对比。然后让我们看，然后这张也是，我们可以就是这张图很容易判断它的焦点色就是什么，就是这个，它是通过一些明度、饱和度这个焦点的这个对比。然后再就是什么一个明度之间的这样子一个对比，这个就不多说了，我觉得大家到这个步应该都能掌握了。然后我们再返回去浅的总结一下，就是什么高饱和颜色。第一条，高饱和颜色用灰色来做冷的暗面，也不能说是冷的暗面吧，就是不是是这张图我跳了是这个，我不能说冷的暗面，应该是那个什么的暗面，这边应该是漏了个暖字儿，就是来做这个什么补色的暗面，就是你不用事实上的就是把它就是往补色那边跑，你可以什么？你可以用这个，你可以用灰色来做补色的暗面。为什么我要是加这么一条规则呢？我们可以看到哈，像这张图片中，就是在这个地方这个角它是什么？它是就像我刚刚说的梵高，就是这张图，它是用那个什么补色来做暗面，就是它这个是实际上往补色来走了。但是我们注意，当它用补色做暗面的时候，它本身的这个饱和度它也是有区分的，就是你要么就是饱和度很高的这样子一个主色，然后它用来补色的那个暗面饱和度很低，这个样子。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也是相同差不多的这个逻辑，就是什么？就是饱和度比较高的这样一个主体，然后它用来补色的这个暗面它是比较低的，它是采取了补色做暗面。然后呢，其实就是它用这个灰色来做这个高饱和度的补色，它本质上的
作用是为什么？它本上作用就是让画面这个调性更统一一点。就是这个 A 和这个 B 都是可以的，但是你要就是看一下子，就是个人来说，我觉得这个 A 更好驾驭。就是你在这个高饱和的这个蓝紫色里头掺灰色，虽然你视觉效果上来说你会显得更暖，但是你本质上你不是一个暖色，也就是说你的画面没有添更多的颜色。就更有利于统一画面的调性。但是假设哈，就是假设你如果想用这种，就是你事实上能跑到暖色这个地方，但是你又掌握不好度的话，那么你这个样子就是你初学的话，就是在大面积的运用这种规律，你可能就是把握不住。但是如果是说有一定经验的话，去尝试这种方法也是可以的。或者说我就是喜欢就是这种视觉效果，我去尝试也是可以的。但我就是说，就是从一开始的话，可以就是什么，就是走的相对保守一点，就是他用灰色去表示这个暖色。OK， 然后再就是同色系上一个高饱和度带其他饱和度低的颜色，这个规律同样也可以利用在明度上。说白了就是什么，就是饱和度低，饱和度低，就是同色系哈，差不多饱和度低。然后这来个紫色，饱和度低，来个饱和度高的，饱和度高，是这个样子。明度上也是差不多的，就是你看明度上也是，就是饱和度就是明度差不多浅一点，突然来个颜色重的，这个就是饱和度的应用，这个就是明度的应用。然后呢，慎用2个以上的高饱和对比色，尽量不要出现3原色3足鼎立是什么意思？打个比方吧，比如说像这张图片，它有几个高饱和颜色，这个颜色高饱和，这个颜色也高饱和，那么慎用2个，比如说我再给它一个高饱和的绿色，就是我们可以就是稍微的觉一下，就是它差不多这张画面就是红色、蓝色，然后绿色，就是它3个色彩倾向之间谁也不让谁。这个没取上。而且呢，而且它画面它本身的这个每个颜色的占比，它那个面积占比都差不多，就会导致它这样一个颜色，就是它不是很有调性，调性不统一。如果是说你想要这个调性更统一的话，那就尽量就是这个3选2，就是这个样子。就是也不是说不能用，但是慎用。就是如果是说一开始的话，就是真的要慎用。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当画面有2个以上的色彩相对比时，色彩所占的比例尽量有所区分。就是也是这一条，就是你如果要加这个绿色吧，不是不可以加，但是呢，就是我可以给它加的面积更少、更小，尽量不影响主体的情况下去加。只有不影响主体才可以真的起到这种丰富的作用。就是像这个情况。然后呢，最后一条是什么？对比的颜色是色彩倾向，而不是颜色本身。这一条其实跟第一条是一样的。但是我为什么要把这句话单拎出来说一下呢？它说白了，它是一种意识问题。当我们有这个意识的时候，我们再去分析画面的时候，我们会知道这个地方就是比如说，这是一个红，它的阴影，比如说我看它的阴影是这个样子，我就可以判断出来是什么。我可能就是我光看这一个色调，我可以判断出来什么，它是想追求一个冷的调性，就是它这个颜色比较适合融入一个冷的调性，或者说什么，它是这样子一个蓝，但它的阴影是什么，也是比较灰的话，它这个蓝色它比较适合融入到一个什么，融入到一个暖的调性里头去。
就是我们要比较的，并不是说它这两个颜色到底真的啊哪个是冷的，哪个是暖的，而是说看它本身它这个色彩它往哪个倾向要走。就是说，比如说，哎，这个颜色红色它是暖色，然后呢，它往这个倾向走，它这个颜色，哎，可能也是个暖色，就它两个都是暖色，但是它是有一个发冷的倾向的。包括这个蓝色，哎，它是冷色，但是它在往绿头走的时候，这个绿啊，它也是这个冷色，但是它有一个发暖的倾向。大家可以去理解吗？就是这个画面，你去组织安排画面的这个颜色的时候，你安排的是倾向，而不是实际的色彩。就像是你去看这样子，就像是你去看处理这个画面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这个地方是发暖的，但是我们并不是说就是感受到了暖，我们一定就是要把暖色画上去，这点很重要。这个是一些规则。OK， 然后让我们接下来讲到就是，这个什么，这个就是这个是一些想法，现在就是到实操了，就是实际画面中可以运用到的一些手段。说白了就是一些好用小技巧，也不是小技巧吧，就这几个色稿基本上都用这些技巧去做的。第一个就是不要用白底上色，用有颜色的底上色。它本身用有颜色的底上色，就是可以帮你就是帮你自带一个倾向，比如说用一个暖底啊，用一个冷底啊，这个样子。然后你稍微的带这样一个底，比如说你画一个什么，你画个这个线稿吧，画一朵小花，然后呢，透明度相对拉低一点。哎，你给它创造一个底色，然后你有个大致的这个倾向，然后你在这个色底上用透明度比较低的颜色去叠色，注意叠色的笔触不要脏，是什么意思？比如说我给它叠个红色，透明度相对低一点。就是这个的作用是什么？这个作用是能帮助我们去就是上颜色的时候，我们可以去做出一点那种就是更多的层次。就是说，它比直接这么画，就是假如说我们用那种很实的这种笔刷直接这么画，就它本身它这个地方它带来的层次是更复杂、更微妙的。然后还有一点什么？它在这个对比色上，它容易使它更柔和。什么意思呢？比如说打个比方，又是画一朵花，哎，先给它淡淡的上一个底儿，然后呢，与同样的这个颜色，你去，比如说我想让这个花是一个什么，它有一半颜色是蓝的，其他的是暖的，那么我在取这个蓝的时候，哎，我在用这个饱和度，它相对来说比较低，它跟底下这个底色相融合一下，它这个颜色就会更灰，就会更自然。就会比我就是一开始我直接上颜色，我就直接上这个色，就是带来的感受是更深的。而且就是它两个颜色混合，它可能也会出现一些间色，就是效果。如果说你本身的这个笔刷有效果的话，它这个间色它可能还会出来的更好看。你看，像这个底下，我想让它柔和过渡一下，我就拿一些这种暖的颜色，饱和度低，我渐渐叠一些上去。
是不是它就感觉这个地方的颜色就更丰富、更细腻了？当然，我说其实，就是这个笔刷这个地方，它只是一些小技巧，不代表它是作画你必须要用的过程，这个还是看人。那有的人，比如说，哎，老师你这样子上色，它过度的柔柔和和的，但是我就是不习惯这种效果，那你就酌情的就不要用了，就是看你个人你喜欢是什么样子。比如说啊，那我就喜欢这么干脆的上底色，这个样子。那你其实你在配色的过程中，你本身你就是要对这个你上的底色有把握，就是要选一些比较好的看的色彩作为底色。那你其实就是什么这种效果，你就可以平时多去积累色卡。OK，然后呢，再就是什么？再就是这个饱和度上，这个之前也讲了，就是先画它一堆的那个饱和度、明度有区分的这个临近色，稍微在周围转一点色相，再补几个颜色上去，就是我刚刚给大家演示的这些，就是这个样子，就是这个样子。然后呢，在这个基础上用120度夹角的补色去做一些点缀色，这个呢其实就是一个作画思路的问题了。比如说同学们看我像看一个补色，假如有时候有同学说就是啊我补色很难驾驭，怎么办？你可以先去做一个临近色画面，比如说像这张图，就是这个它的颜色取的是不是就是很那个什么，就是很基础了吧？这个相当于大家都可以取到。然后呢，你在这个临近色，比如说它最显眼的这个颜色是什么？最显眼的颜色是这个红色。那我再给这个红色去取一些，就是我觉得舒适的。你看它这个 Procreate 有个好处是什么 ？Procreate 就是你可以对比。你看这原来是这个红色，然后我就跟这个红色对比，我取一个比较舒适这个补色上去。就你看，你要是这个补色取到这儿的话，它对比有点太强了，它不是很有调性。但是跟这个对比，它相对暗一点，然后饱和度低一点，就比较舒服了。就是它的这个颜色做出一些让步，它是比较舒适的。哎，那我就取这个颜色，取这个颜色之后呢，我再去什么，就是在这上面去增加补色。像这个地方也是浅浅去加一点这种，相对来说这个差的不大的一些的，这样子一点补色。现在它这个画面是不是有种互补色调了？但是大家注意，我补色它加的这个层次，它本身它的视觉效果、视觉那个强度是要弱于这个红色的。就是如果说它太强的话，就会抢。如果再想要一些就是强规模的这个东西，那一定要注意它的这个，就是说什么，我可以抢，但是要一定注意它的面积要小，就是当成点缀的那种感觉。OK，那么看我们的下一条，就是善用 Procreate 的色彩调和。这个色彩调和呢，就是 Procreate 专用的这个同学，他会有一个很方便的功能。当我们打开这个色彩调和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哎，就是它可以自动的帮你，就是选择比较舒适的这样子一个补色。比如说，现在我是这个颜色，然后 Procreate 它选到的补色，这个颜色和这个颜色。它都是什么？它这个夹角哈，就是自动的，就是相对120度夹角，它给你选的颜色都是比较舒服的。就是当你就是想不明白就是怎么样选补色的话，就可以直接用这个东西去做，还是蛮方便的。然后在这个基础上，你比如说，哎，这3种颜色我挑一个，我给它这个什么加的特别，就是给它强度给它拉的很高，像这个样子，就挑一个让它成为主角。然后呢，再就是什么叠加柔光或者是强光涂层去统一色调。比如说，哎，这张图我觉得色调不是很统一，那怎么办？我可以就是加一个柔光涂层或者强光涂层，直接就是什么，他们就是可以很方便的去计算这个，就覆盖涂层也不错。总之就是加一层打光的这个涂层，然后就是加了之后，你可以明显感觉到它整个色调就会更统一了。
这个就是利用图层，然后去给这个画面的色调做优化。而且如果说你用的好的话，它会让那种本来比较脏的，就是色彩倾向比较乱的画面，就是它就是变得更干净。就是柔光、强光还有覆盖图层，这几个图层是我比较常用的图层。然后呢，下一点就是利用藏色去做明暗关系。藏色后边会讲哈，藏色会后面去跟大家讲，藏色这个东西也是非常的方便的。然后就是什么热近冷远，利用颜色本身的属性去走空间。就是就是说什么，就说白了就是什么，摒弃这个，就是摒弃这个黑和白的思想。就是比如说你要是加颜料的话，你这边是什么？你这边是前景是比较近的东西，就是这个离你感觉更近，然后呢，这个冷色离你感觉更远。那么其实你就可以不用这种黑白的方式去表现这个冷，可以表现这个强度了。你可以用这个色彩本身的这个倾向去表现这个强度。如果老师就是把这个颜色往黑里走，老师把这个颜色往白里走，但是你其他画面又很多彩的话，就是你本身不是个小灰调。但是你老是用这种黑白的这个对比，就很容易显得比较脏。这就是什么？这个也是一个这一条哈，这一条就是跟大家讲渐变映射加图层变化加擦图是非常的牛逼的，不是，这是非常好用。我给它打3颗星。可以说，其实这个就属于就是我自己平时特别常用的一个技巧了，压箱底的那种技巧了。给大家简单做个小演示。比方说，我一个色彩不是很有方向，假如我画个小稿不是很有方向，同样，也是一个系着蝴蝶结的花，我就爱画这种，这个样子。然后呢，它的固有色的这个选择，就简单的，我先给它搞一点临近色上去。就时间原因，我就不用那个透明度的那个了哈。时间原因，我就直接就是这样子整体的往上涂了。可以看到我选颜色基本上就是什么，这边转一转，那边转一转，就是互相转来转去的。这个地方，比如说，我刚刚就是上一条哈，就是我现在演示的这条，就是上几条说到什么，就是本身用它色彩倾向，比如说我现在就会什么，往灰里走，来表示，就加点这种对比的颜色来表示，它就会显得这个整个色面色调更丰富。但我现在比如说我演示一下，就是那种色感找的不是特别的那种什么，我就直接往黑里走，就是加上这个黑了之后，你会觉得它本身它那个色彩调性被削弱了。就有点杂了那种感觉。那么我现在就是进行到这一步，我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就是再往下去走了。打开我们万能的渐变映射，就是你看渐变映射给你创造一个这种，挑一个看着比较顺眼，比如说这个吧，我觉得跟我原来色调比较相近，比较顺眼。然后下一步呢，就是运用一些调低这个透明度，给它去擦出一些渐变的效果来。就是对比一下这2张图片，它的这个色彩效果就会出现了一些变化。然后呢，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比如说去给它做一些这种中层效果，然后就是调这个渐变映射，看就是哪个预设给我感觉就相对来说比较舒服，我就用哪个。比如说我现在用的是这个明度图层的这个渐变映射，然后呢，我再给它就是也是
就是这边擦一擦，那边擦一擦。然后最后呢，在这个基础上，我可能自己再去修改一些，比如说强调一些这个它本身的这个层次关系。重复一些擦这边擦那边擦来擦去的过程，挑一些比较好看的颜色留下来。然后利用剪辑蒙版创造一个图层效果，也是擦来擦去。再给它加一个就是比较能凸显的这个背景。就是大家可以比较一下，基本上我就是没做特别多的修改，就是利用了这个界面映射加上那个擦除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然后就是这个就是相当于是什么改到前改到后。可以看到它这个颜色就会变得更丰富了，而且就是什么，你还可以再在上面就是继续加强它本身的这个倾向，加一些点缀的色彩。去用一些补色啊、勾个边儿啊什么的。就看一下这整体的这个色彩的这个效果，是不是就是比之前要舒服很多？而且它这个很方便，大家可以回去都自己练一练，试一试。OK， 那么在讲到这些的时候，对于这个图层效果的时候，给大家稍微看一下这个图，大家其实能就是这4张图头，其中呢3是原图，就是1、2、4都是我通过这个图层叠加后处理过的。给大家处理这个3张图，主要是为了什么？主要是为了能让大家看一下，就是画面并不是画冷暖，而是画色彩倾向的这样子一个。当我们看这张图，就是对比一下原图的这个什么，它是一个冷暖对比的一个色调，也可以说是稍稍发冷吧，但是有一个冷暖对比的，像这个地方就很纯粹的暖色，然后给它叠加完图层之后，它变成了什么？这个变成了冷色调，这个变成了一个暖色调。这个呢是在原图过程中给它往更粉、更白的效果上去提了一下子。我们观察一下，就是变成了一个冷色调之后呢，它的蓝色变得更蓝了，就是更冷了。原本这个蓝色它类似于天蓝色，它还有一点点稍微往绿走了这个倾向。然后你看这个地方的白色，就是原本这个白色我们可以放大看哈，
就会发现什么？它发绿还发黄，就是它是有一个这个黄色的倾向在的。把它往冷了变了之后，这个白色就完全的变成一个冷白色，然后这个蓝色呢就完全变成冷蓝色。但是我们看我们这个黄色土地变成了什么样的颜色？变成了一个就是什么灰蓝灰紫的土地。这个灰的倾向很重要，这个灰的倾向就让同样也是冷色，但是就让这个冷色就是这个 A 的冷色比 B 的冷色要更暖。那我们看这个暖色，这个暖色体现的也是更加的这个比如说 C 和 D。那么就是这个 D， 我们能打开看，哎，取一下这个颜色，它本质上它变成了绿色。但是在整个黄色的这个画面里头，它这个绿色就被我们大脑的白平衡处理成什么了？处理成一种蓝色了。我们单取这个颜色，就是感觉它是一种夏天啊，或者什么颜色。但在整张画面里头，我们会觉得它是一个蓝色。然后我们看，把它整个画面就是往粉、往红都调，也是感受一下它这个冷暖色彩倾向的这种对比。就是可以看到这个地方是比较偏粉的这样子一个红色，到这个地方就直接就是什么往蓝色里头走了，然后这样子的一个黄色，包括其实它原来这个纯黄这个颜色也是往红里走，然后它的这个原本这个蓝就是这个有点发蓝的阴影，就是通过这种计算之后，它变成什么？它变成了发紫红的阴影。就大家可以感受到这种色彩倾向的这样子一个变化嘛，它是整体的，相当于整体的往这个方向去迁移。OK， 那么让我们再去看下一个章节，是色彩的节奏型与节奏与情感表达，然后还包括一个配色的一个部分。就是通常条件下，就是色调统一、饱和度适中、关系干净的画面容易令人感到舒适。比如说这个画面，它容易令人感受到很舒适。然后呢，像是看。可以大家看一下哈，像这个剧照，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把这个剧本身的这个颜色提起来，都是饱和度适中，而且明度适中，没有特别多的这个对比。大家可以观察一下子，本身呢，它画面这个黑白灰对比也没有那么的强烈。然后这张图就很典型的什么，就是我刚刚说的，就是几个这样的差不多的颜色中间，哎，来了一个就是节奏很强、冲击力很强的颜色，带着大家去走。那么打破一般规则的画面，容易使人感觉有张力，就是最常见的一种就是什么饱和度高且对冲，或者说是什么，就是一个是饱和度高对冲，还有就是什么黑白对比，就是给人感觉比较焦，就有种比较焦躁的感觉。焦的感觉是什么意思呢？比如说当我们处理这张画面，它现在对比是比较舒服、比较灰的哈，焦的感觉就是给它拉。就是它拉到这种份上呢，它会给人感觉一种什么？一种焦躁的一种感觉。这是它本身的黑白对比做的太过强烈了。然后呢，大家要注意，就是像这种画面的情绪表达，它在于什么？它在于色彩本身有没有出口。比如说有一些就是给人感觉就是很有。就是画面的情绪可以分为那么几种吧，像这种右边这些情绪就是紧张、迷幻，就是给人一种陌生感。我们可以观察到这些画面，它本身的这个情绪它是什么？它本身它画面没有出口的，就是我们感受不到它这个，就是我们的视觉会被引导到哪里。它本身它虽然是有对比，但是它这个视觉它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你感受不到一个抒发的地方，好像这个画面它整个都被困在这里面了。包括像这个很典型的高饱和度的就是黑白对比很强烈，然后背后的这个对比就是这个高饱和的对比也很强烈，就哪个地方它的对比都很强烈，它没有一个就是说让你能感受到，就比如说放松一下、休息一下这种饱和度比较低的这样一个东西，它没有。
包括这张画也是，就是什么，它只有这么小的一个亮的个角，大部分这个画面都是很灰很暗的，而我们的这个视线被引导的就是要注重这个比较灰比较暗的地方。但假如说我这个画面有这么处理，比如说我的视线就是引导的在这里，我这个地方，哎，我加一个亮光，就是说什么，哎，我的这个视线引导到这个亮的这个出口。它给人的情绪感就是什么？它还是就是给人情绪感是相对来说会比较放松一点的，但是它没有，它就是整个画面就是它把这个情绪感它引导在这里，就是引导到大片的这个灰暗之中，也会给人一种就是比较压抑的感觉。包括也像这个很典型，就是饱和度很高，整个画面就是非常的就是对冲，它没有出口。还有一种就是什么有出口，这种就是情绪是给人一种什么？它会给人一种熟悉的，可以共情。比如说像这个画面，它就很典型的，就是没有出口的一张画面。这个是我自己后期去处理的这张图片。就是包括它虽然说什么，它是一个场景，然后这个场景它背后有背景，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场景它通过这种像素的这个压缩啊和处理，它背后就是这个你已经感受不到这个纵深了，就是没有纵深，同样也是一种没有出口的感觉。然后这张呢，就是相对来说我画过一个比较有情绪感的画面，我们可以感受到它的这个情绪的出口在哪里，就是哎这个视线往下落，然后这个手往上抬。它就是有一种，就是包括它这个画面的这个节奏的这样子一个对比，这个地方它有一个到包括最后这个亮色，它有个很鲜明的这个画面黑白的一个对比和一个出口，就是这两种情绪带来的是不一样的。大家自己回去可以仔细体会一下，尤其是那种比较有画面感的，体会一下它的这个出口到底在哪里。然后接下来呢，给大家讲一些就是更实际上的如何避免色彩脏乱与死板。这张图呢是我之前画的一张图，就是这张图当时我就是就是有那个什么改画嘛，就是发过去给人家看了，然后他们就说这个颜色还是很脏的。我当时我不懂为什么觉得这个颜色脏，我当时我对脏的概念就是什么？脏不是那种灰灰的那种感觉吗？我整个颜色画面明明饱和度很高，为什么它就脏呢？但是后来就是我可以理解了，就是它脏主要是脏在哪几个点呢？就是 A 点它是脏在哪里？它是脏在笔触上。我们观察一下我这个笔触哈，就是有点像什么？有点像那个，就是那种小孩抹墙的那种哈，就是黏黏糊糊的那种，或者有点像什么？有点像那种不同颜色的史莱姆的那个泥牛，就是最后揉到一起的那种效果。就是它这个颜色给的模模糊糊的，就是每个块的边界都很模糊，而且交织的也都没有规律，而且它这个色彩跟色彩之间差的也很大。我们再观察，你看像这个画袖子的笔触，你都没有办法就是感受到，就是我这个袖子的边缘线到底具体是个什么样子的形状。就是通过这些笔触，它即使我把整个画面调成黑白的，笔触的地方还是很脏。大家可以感受到没有？就是它色彩上就是对比一下，它就是明显就是舒缓了一下，但是这些地方还是给人一些脏兮兮的感觉。这个就是从根本上来说，什么？你画面的底子黑白关系乱，笔触紊乱。然后 B 是什么？B 就是我画面中的黑色。大家要注意哈，就是我为什么说是这个纯黑色？尤其是当我们在画画的时候，以前就是画油画。买颜料的时候，然后就会有老师就是说某些黑色你就不要买，为什么不买呢？是因为这个黑色它太黑了，就是它这个黑色你去跟别的颜色去调和的话，很容易把别的颜色那个色彩倾向都给就相当于那种吃没了，就会容易显得这个画面显得很脏。除非是什么？除非是你去做，你比如说哇，我完全的我这个画面，我各个色块之间我分割的就很明确，哎，我这个就是黑，哎，我这个地方这条线啊什么的。就是纯黑，然后这地方，哎，
也是纯黄纯那个什么的，或者说什么我这个黑色它本身它有一些就是这种就是什么它的亮部是一些灰的这个色阶，就是把黑色当成一种完全的固有色去处理了，而且是适合固有色的那种画面。那你这种条件下，其实用黑是可以用黑色，但是你说像我这种，它本身它就是带一个暖光源，就是它本身你感觉有一种暖光，而且还是那种什么比较强的暖光的条件下，你再出现这种纯黑色，它会瞬间的把你这个画面的这个色彩的倾向吃的一干二净，就会显得这个画面很脏。然后倒不是说就是什么，倒不是说哎，有的时候还要注意是什么。这个纯黑色不一定代表就是你在画面中都像我这个样子，在各个地方全都加纯黑。也有一种就是什么，你的线稿不处理颜色，就是你的就是喜欢用纯黑色勾线稿，但是你的线稿又画的太粗了，它其实又什么？它其实就类似于这种效果了，也会使画面变得脏，就是粗线稿，纯黑色。OK， 那么再就是什么？然后这个色彩倾向的这个东西，我们之前已经讲过了哈。然后再就是我们可以看到 C 这个地方，色彩倾向乱，调性不统一，这点大家已经知道了。你看，就是打个比方，比如说黄加蓝是绿，说明什么？说明你这个东西是往蓝的倾向走的。我黄色固有色，我的阴影是绿色，那我是往蓝的倾向走。那么你红色的固有色，那你红加蓝是什么？是不是紫色？但是你这个时候，你红色的固有色，你的阴影还是跟黄色是一样是蓝色，一样是绿色，那就证明什么？就是你红色你掉队了，就是你叛逆了，你不往那个地方走了。就是它这个色彩这个调性不统一，它就会给人一种脏的感觉。比如说看我 C 这个地方哈，像我这个，比如说像这个地方，你像这个是绿色，然后它底下这个阴影就是什么？它就是什么相对来说发暖一点或者怎么样的。但是我看我这个手的这个阴影跟这个手这个阴影，它俩又感觉它处理这个调性又不是一样的，因为这个是本质上它是灰色之后，哎，你看它阴影差不多这个颜色，但是我这个饱和度很高的这个颜色之后，我阴影竟然跟它的颜色也差不多，就证明什么？就证明他们俩肯定就是对于这个阴影的这个就是不是用一套公式去相加的。就这么个意思。那你整幅画面，你这个地方用这个公式，那个地方用那个公式，最后的结果就是乱七八糟。再就是有什么固有色的搭配，三足鼎立，我之前讲过了，就是那个红、黄、蓝，不做任何层次的区分，然后画面面积都差不多，就是这个样的啊，就是饱和度差不多，画面面积差不多，然后明度又差不多，那就很容易就是什么，那就会让整个画面就是像是被三头马往不同的方向去拉一样，就是没有什么效果。下面就讲到那个解决方法，解决方法是什么？第一点是调整黑白关系，就规范笔触。比如说我一开始我这么一张画面，你让我一下子就调整好了，很难。我可以先把它就是一个一个来，比如说黑白关系，你看当时大家同学们感受一下，就是当我把这个图片就是往黑白关系里头变成完全的黑白之后，我就感觉这个画面没那么脏，你知道吗？因为它本身色彩的脏已经就是被干掉了，它只剩下什么？只剩下笔触的脏了。然后在这个笔触脏的这个基础上，我把笔触调整好。同学们知道吗？就是先把这个基本的，就是你黑白的这个基底调整好。噔噔噔噔噔。然后统一调性，利用正偏叠体图层创造阴影。我为什么还要把正偏叠体图层特意说一句呢？就是有些我之前我就发现有些同学他是真的他就是不用图层，就直接就直接上去直接干就是什么颜色的阴影都是我自己上去就直接编的，就是如果是一开始我不建议这个样子，因为真的就是可能容易就给它就是画的效果不好，所以说该用就是那个图层去创造还是用图层去创造的。然后第三个是什么？就是创造新的层次，把原来整体的对比削弱。什么意思呢？比如说，这张图片浅改一下子，我改图也很喜欢用这种办法，浅拉个曲线，哎，把整个画面拉的相对弱一点点，然后整体的这个饱和度相对低一点点。对，然后它现在它给人感觉还是一种很脏的感觉，然后我再给它来一个
超级无敌的亮色。它这个意思是什么？它就把人们的层次从原来的这个层次拉成什么？就是拉成这个，就是原来就这种画面整体比较灰、比较脏的这个层次，拉到了什么？拉到这个明度对比的这个层次上，就会让人把这个地方，就是这些地方色彩的这个不和谐的这个感觉给它削弱了。这就是什么？就是创造新层次，把原来整体的对比削弱。然后呢，再就是什么？就是 PS 是什么？慎重处理闭塞阴影，什么意思呢？就是大家闭塞阴影，就是闭塞阴影，就是后面讲官也会讲，但是我现在就是说白就死角，就是死角哈，同学们一定要注意，就是不要就是老用黑色了，就是如果是有这种习惯的同学们，不要就是经常在死角上用黑色了，稍微给它加个色彩倾向都可以，真的稍微给它加个什么样的色彩倾向。你甚至你可以加一些什么饱和度比较高的颜色，做一种透光的效果，也比用纯黑色要好。你比如像我这些地方死角，就不要给它用黑色了，就是蛮尴尬的就。OK， 那再讲到就是有很多同学说自己颜色又单调又死板，在这里给大家普及个概念，就是颜色其实它是没有单调之说的，就是你就说白了吧，你说你颜色再单调，黑白色嘛，你黑白色放在一起，就是你黑白画就不好看吗？它不可能。所以说其实你要在讨论这个画面它这个颜色的使用那个死板和单调，你应该讨论一个点，就是你整个画面。就是没有死板的颜色，就死板的什么？是就死板的画面。这个是针对画面而言的。既然是画面的话，你其实什么？你要先把这个基底，就像我说的，你先找什么黑白关系，你先把它的底子找好。比如说你黑白关系，你本身的这个什么线条有没有意思？你的纹理有没有意思？你的内容，比如说我就画一个小人站在那里，就是很尴尬，就是那个证件照。就是你这个颜色你除非就是你很就是就是你颜色使得很好，然后你给它画点什么这种东西，你这个图片你就是要看起来比一些就是更生动的图片看起来要死板要单调很多的。再就是什么？再就是看它的这个阴影，就是你画面这个阴影，你有没有去加阴影，有没有利用光影效果去丰富你这个画面的分割呀，还有整体的层次。然后呢，第二点什么？就是要明白一种颜色和一块颜色的区别。就是一种颜色，比如说这张图，这个是一种颜色，这个是一块颜色。这个都是我从这个比较古典的，就是这个都是从那个什么古典油画中接续下来的。我们可以看到哈，这个地方它原来是一个胯骨的这样子一个结构。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变化是，就是什么？它整体这个变化是非常的细腻的。非常微妙的，就是虽然说你让我概括啊，我也能概括出来啊，它大致它是这么一个色彩，但是它在画这样一块固有色的色彩的时候，它本身的这种微妙的一个变化，包括它在画这样一个灰色的时候，它这种交织的这种变化是非常多的。假设比如说你的图片就是，我就是画了一个大头照，但是如果你大头照的每块色彩都能做到，就是这个肌理这么丰富，这个色彩变化这么微妙又很准的话，那你这个大头照也很好看。你比如说我在这里我就摆了一张我画的大头，可以看到就是它本身这个，我还没画完哈，但是就是一开始我在起稿的时候，就是
如果是说我不去过多的去做体积，我们可以看到我加了很多的纹理在上面，把这个地方的这个同样是一个红粉色的这个东西，我给它做了很多的这种不一样的这渐变的这个色块啊，这种纹理啊，这种对比在上面，它就会导致整个画面没有那么的单调，就一种小举措。然后再就是做法是什么？丰富固有色的层次，利用褶皱暗面去丰富，这个就是我之前说的，你增加内容和阴影。然后呢，这点也是复杂化画面什么意思？比如说我们看这个是敦煌的，它整个颜色它没有任何的起伏，它就是一块颜色。但是你看哈，就同样一块颜色，就3个色块，我这么摆，我把颜色都取出来哈，就这么几种颜色。那我这么摆，和我把它就是编织成复杂的图形，然后我摆成这个样子，它给人这两种画面给人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如果说我觉得这个画面太死板的话，你可以把这个画面去复杂化，就画的更多，就是你本身这固有色你去交织的更多，就是复杂它也是一种出路。再就是什么固有色做微妙的渐变，创造新的感觉，其实就是我刚刚之前也说的，大家可以就是什么，就是你可以用套索去做渐变。就是你在做固有色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本身像这张图片，它的固有色也有一些微妙的渐变，你可以先用套索去做一些这种渐变，然后你到时候再去上阴影的时候，你这个阴影就会带着渐变，它就更丰富。或者说，比如说我之前说的啊，大家就是可以什么，就是用不透明度给它调到这种60、70的这个样子，就是一层一层的往上上，去创造一些渐变的感觉。这几张图就给大家赏析一下，就是关于这个颜色的这种细腻那种感觉。我们可以放大哈，看这个古典油画，看这一块颜色，你看它本身上这个色，你看这一块颜色发灰，饱和度高一点，发冷啊，发绿，然后发黄啊，这个地方啊又发黄，然后这个颜色又发绿，就是对比这个黄色这块颜色又发绿。可以看到它这个微妙的变化，你看，就是哪怕这个已经糊成这个样子了，我们可以看到它的颜色变化仍然是特别的微妙的。这个就是我说的，你要去理解一种颜色和这一块颜色的区别。然后包括像这个，你看这个就是传统绘画中他们有一些很方便的，就是什么利用这种笔法。比如说我把这个笔毛给它呲楞几下，然后利用这种笔法，你看自然的去交织出这种很复杂的这种肌理的效果。哪怕是你看，哪怕是这个很暗的这个暗面，我们可以感受到它这个肌理交织的效果，也是放大看都是非常的复杂的。这个东西它都没画什么，它就画了一个简简单单一盆花。如果说当我们自己在画花的时候，就是我们也可以做到这么复杂的。就是也可以做到这么细腻的这个肌理效果，那它就不可能有什么那个单调不单调之说了。然后看一下，这个就是我之前说的这个复杂化画面。然后大家要注意这个哈，这个就是这个 J.C. 莱安德克的这个画，我相信有很多同学已经看过他的画了。大家你看这个他的那个画就是什么？就是那个固有色。就你可以感受到很明显的体积感，但是它本质上它也是一种固有色的创造思路。它在选择固有色的时候，同学们注意到我之前说过几个原则。它这个色画面上出现什么？红，出现了黄，出现了蓝。你看，大家注意一下。但是它最主要的颜色是什么？是这个红和这个蓝，它没有出现3种以上主要的颜色。当它这个黄色出现的时候，它以一种压低了饱和度的形式出现的。包括这个地方有个蓝色，它这个蓝色的这个饱和度啊，它这是什么？就是有一个间色，然后饱和度也压低了，然后它可能这个就是相对来说，就这两个颜色对比这两个颜色，它的层次是要往下低的。就这个样子，它能保证这个画面就是它不抢。如果说每个饱和度都很高的话，那这个画面就会变得非常的，就是怎么说呢，就没有节奏感。OK， 终于讲到我们最后的一节了，如何训练色感。这个倒不是，这个就不是什么画画小技巧了，这个就告诉大家就是怎么去培养色彩感觉。因为我说实话哈，就是今天给大家上这课，就是哪怕就是学会所有的色感，也不能就是保证你一下子啊，我一下子就是可以画出非常非常好看的这个颜色了。就是你
就是画画它之所以它不是一蹴而就的，还是因为就是你要在训练中，你去掌握属于自己的感觉，而且不同人的色感是不一样的，这个是真的。比如说有的人他像那种色弱啊什么，他天生啊他对这个东西的感觉就不敏感，或者有的人天生就比较喜欢红色，或者有的人他天生他对蓝色和绿色他就没有办法进行区分。这个都是大家在那个包括那个什么那个白金和那个蓝黑的那个裙子，就代表着每个人他对于这个色感的把握都是不一样。但是它本质上，它还是怎么去找到你自己最适合的、最美的色感呢？第一点是什么？就是第一点，你在看画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包括我也会做，就是吸色还原白平衡。这句话什么意思？这句话不是说让你吸色去抄别人的画面，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比如说你在看一些很有光影的颜色的画面的时候，就是你去吸色，你去看看它到底它是真实它是什么颜色。就打个比方吧，打个比方是这个画面啊，就是我觉得哎这个地方它就是什么啊，很发那个什么，这个地方它可能有点发紫啊，打开一看，它是在紫红这个地方。就是你去看一下，你去感受一下它每个地方它到底它色相是在哪，就是我自己感受到的颜色和它实际上颜色有什么样的出入，就这种出入多了，你自己之后在用颜色的时候，你就可以知道啊，就是我想让别人感受到这个颜色，但是我实际上我用的应该是就是另一个，就是它那个方向还要再偏一点，就是一个对于色彩的这个把握。然后呢，这就是临摹光影冷暖明显的这种照片啊，这个就没有什么好说的，这个。再有什么？大家可以去做这个小色卡的搭配，小色卡搭配，哎，这些都是很典型的这个例子。比如说一些电影啊，或者是什么的哈，就是可以就是把一些比较好的这个图片，然后把其中的就是什么，把其中的一些就是它这个色彩截取下来，要截取什么颜色呢？就是截取到它这种焦点的颜色和它几个陪衬。就是焦点的对比色和陪衬的颜色，就是以这种形式去截颜色，然后把这个颜色截到了之后呢，然后呢自己再去做什么？自己再去做一些就是这种小的这种色稿的练习，就很轻松，就是随随便便，就没有什么负担去做这种练习。还有一点是什么？就是这个今天的重头戏是这藏色，藏色我到最后我来给大家讲一下这个藏色的这个东西。其实也讲不了多少，只要知道这个原理就可以。藏色我们可以看到哈，像这个就是很典型的这个藏色。藏色它怎么能做到藏色呢？它就是有两个，第一个是什么？高明度高饱和度的颜色配低明度低饱和度的颜色，再就是什么？暗的高明度色相配亮的低浓度色相。就是你单看这两个，你觉得啊，搁这说绕口溜呢？这种东西。但是我给大家看一眼哈，就是这个是什么？现在这个颜色是高明度高饱和度的颜色，我画一个圈圈在这里。然后呢，当我们就是什么，把它往这个低饱和度，我们会发现就是同样哈，就是它这个明度没有变化，但是呢，我把它往那个低的饱和度拉，我就感觉它变白了，我就感觉它颜色变浅了。这就是什么？这就是饱和度，它的视觉强度是比较重的，它会给我们一种颜色比较重的感觉。但实际上它明度是很高的，因为我之前也说过，就是饱和度高的颜色它是发光色，它是在发光的，所以它明度也很高。那么在这种条件下呢，就是要达到这种藏色，就视觉强度类似的效果呢，我们要就是把它往这个就是往暗底下偏移，然后找到一个合适的，就是在某一个点上，哎，我觉得这个视觉效果、视觉强度差不多了，就很类似了，哎，然后我再用上来。如果说我一开始我挑啊，我觉得我挑的有点近，但是不是特别近的话，可以浅浅的糊这么一层，然后呢，再就是取这个间色，看这个就是藏色的这个视觉效果。就我觉得，哎，这个地方可能是一些褶皱啊、暗面什么，但是它并不影响我整体这个画面这个节奏。这个就是藏色。然后再就是什么暗的高明度的色相配亮的低浓度的色相，跟这个是一样的，但是区别是在哪？区别是在于就是不同颜色，因为它这个可能是波长还是什么不同哈。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个是所有明度一样的，就是饱和度一样、明度一样的色相。当我们把它黑白化之后，我们会发现，有的颜色它天生就比别的颜色要亮，有的颜色它天生就比别的颜色要暗。就哪怕就是所有的参数都一样，但是有的就是给人感觉视觉效果上更重，有的就是感觉视觉效果上更暗。那就是同样的也是，比如说
我要是想藏色，比如说我这个紫色啊，给人感觉视觉效果上很重，那我要是想藏色怎么办呢？比如说，你看哈，我再把这个色相往这里偏移，它就会给人感觉视觉效果上更亮了。那它视觉效果上更亮的话，那我就需要把它往暗里再拖一拖。哎，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稍微亮一点，这个就是色相的藏色，就是大家就是可以理解的嘛。这个就是藏色，就是基本上就是利用这两种就可以做到藏色。然后呢，最后一点是什么？就是风格化，就是利用这种镭射液态金属绸缎，就是这些它对于这种色彩的这个处理，它往往会有一些特殊的这种处理效果，尤其是镭射，这2年也是很火这样子一个概念，大家就是可以什么，就是可以直接是去掌握，就是不停的去练习，不停的去就是背，不停的去感受它们这个色彩变化的规律，然后掌握这个东西，就直接应用到自己的画面上。就找特殊材质，看这个是镭射，大家可以找这种特殊材质，然后的就是拿这些图片去进行练习，可以看到它镭射的这个色彩变化，这个地方发青，这个地方发粉，这个地方呢是你看又泛点这个橙色，这个地方又泛点紫色，这个地方边缘它又泛青色，就是大家就是把这个东西自己去掌握了之后，去做这个临摹练习，做多了自己的色感就培养出来了。再就是这个地方就是可以利用一些特殊的笔法来丰富自己的色彩。我之前就说过了，就是什么，就是厚涂它为什么一块颜色它会觉得很丰富呢？因为它就像布一样，它是通过这个笔，就是它那个笔触感啊，就是那种笔触啊或者什么，它去织布，通过笔触肌理。它最终它是织出了一块颜色，所以说它这个颜色之间的变化非常的丰富细腻。大家自己在画画的时候也可以就是参考这种笔触这种笔法。这个是液态金属的这个材质，我们可以看到液态金属它这个应用在褶皱上，它整个效果对比是非常的惊艳。大家可以回去就是多去拓展一些特殊材质，然后运用到自己的画面中。OK， 那今天的课程就上到这里，希望大家有所收获吧。那我这边就结束了，拜拜，拜拜。